秦言，我知道你留在我们鲁家想当女儿，可是你就是那穷鬼的种，这钱你拿着赶紧走吧。你亲生家庭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可再没有我这么大方的养父了。资料结果显示，卢青言和您二位不是亲子关系。啊！生产医院弄错了孩子，秦言不是我们亲生的。不劳您破费，别过。哟，你怎么能给他这么大的钱呢？我可听说了，他的生父是贫困区的无业游民，老婆死了20年了，连个新媳妇儿都娶不到。这样的穷人，你给他100元大钞，他眨眼一看不得得脑溢血。我这有零钱，想你了。就这些，也是你祖坟上冒青烟了。跪下，磕头谢恩滚吧。我看看是你们磕头谢恩的。这些年我挣钱补贴你们生意上的亏损，不然你们能有今天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！你滚归滚，我可要看看你有没有偷我们卢家的东西，也好让别人看看这穷人的贱骨头。我去信你这个死狗！请快把言语变回来，我的亲生女儿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。老爷放心，我等今日必迎小姐回家。你们都在这候着。是。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些年你们没有给过我一分钱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赚钱挣的。时至今日，我劝你们见好就收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我劝我们大小姐没事，否则你们10条命都不够赔。大小姐，我是咱们穆家的司机，我奉老爷之命接您回家。这个小区的车位不够停，车在外面停着，劳烦您一步。哎呀，又来了一个妇人臆想症，也不知道是哪门的穷亲戚，没车就没车吧，还装什么司机？我们这是富人小区，还停不下你一辆车啊？难不成你是带着车队来的？丢人现眼！您算了，这个是我们老爷为了答谢你们照顾大小姐的礼物，现如今就当是买断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大小姐与你们绝无关系。你以为我们愿意给穷鬼沾边吗？这个礼品盒看着还不错，不要白不要。哎，穷乡僻壤的能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最贵的不过就是土鸡蛋罢了。他们搞这种形式主义啊，就是为了跟你攀亲戚，等到攀上了之后，时不时的过来打秋风啊。啊？那我可不要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劝你们还是收下吧，免得来日后悔。光这个礼盒就价值不菲，看来我这个亲生父亲不简单呢。既然卢先生、卢太太不喜欢，那么就不强人所难。赶紧把他的电话删了，省得来问我们借钱。不知道来日他们看到这价值几亿的礼物会是什么表情？你不用管他们。你不是说我父亲是贫困县的吗？这些大小姐，那个地方是我们老爷的户籍地，现在他早就不在那儿。那我父亲他……抱歉，大小姐，老爷为人低调，出门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不要在外面暴露家里的事情。我只能告诉您，老爷姓穆，具体什么情况，还请您回家之后，请老爷亲自告诉你。恭迎大小姐。喂，秦言，卢家老太太刚才醒了一会儿，念叨着想见你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们找个地方先等我一下，离开前我要去见卢奶奶一眼。卢家这么对您，卢奶奶和她儿子儿媳妇一样，没有她就没有我今天。是，
姐，我说过你很多次了，就算你不想让你养父母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补贴他们家的生意，让他们变成有钱人，但你至少也得让他们知道，你给卢老太太服用了上千万一克的益心丹，她才能活到今天，也让卢家人对你有个记得不是？没必要，卢奶奶舍下老脸，才为我请了5位尊者当师傅，没有她就没有我今天。她和卢家人不能相提并论。我先走了，帮我照顾好她。让，放下。伯儿，副省那边说还要20分钟才能赶到，老爷子情况危急，怎么办啊？懂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我们可承受不起傅少的违停之怒，想办法拖住老爷子的这口气，等傅少来了再说。这位老爷子碰上我，算你捡回一条命。谁在那儿？等家属到，人早死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懂医吗？就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？风湿性心脏病很难吗？你还真懂医。你和他废什么话？谁说老爷子等不到家属来？给他打一针镇心剂，还有舒心通，上来了再说。凶心罔顾神秘，你们难道真不知道里面那位老爷子的身体状况？若把这2针药剂打下去，可能会回光返照，但我敢保证，不过半个小时，绝对不等气。光纸上谈兵有什么用？你可知道老爷子可是做过5次手术的人？现如今任何一种手术方案的成功率不过10%，所以我说的最好的办法还不打针。爷爷要是有任何差池，你们荆州医院就不用开了。谢幕，走。是。不想来电话了。怎么不敢打了？哎，你小姑娘，我看你对这个病还挺了解，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案？堂堂副主医医师，居然连人工瓣膜置换术都不会。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听的一个专业名词，就敢来这儿装？你不知道全国能做这种手术的只有神医严老一个人吧？你要做可以呀，做吧。如果你能做得了这台手术的话，别说费用任你开，就算是让我下跪叫你祖宗都可以。卢奶奶的病花销不少，做个小手术挣点小钱也不是不行。好，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小姑娘，你真要做这个手术？不行吗？你真的是在找死！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这位患者可是傅思辰的爷爷。傅思辰的生意不光遍布全球，还是一些小国家的实际掌控者。在荆州，能跟他掰掰手腕的人，只有富豪木匠一个。老爷子万一有个3长2短，你10条命都不够赔。医者仁心，是谁教你将患者分归贱的？你好啊，你要做你就做，我看老爷子死在手术台上，你怎么收场？叫唐一阳过来，给我当助手。你真的是越来越疯了！你难道不知道唐主任是我们新来的一把手，找他主刀的富豪名流不计其数，你竟然敢找他当助手？小唐，过来一下。还敢叫我们主任小唐？我看你一会儿怎么被扔出去！怎么了，姐？唐主任，这个死丫头，非得让你给她做助手，快教训教训她！姐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让我当你的助手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唐主任，
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懂什么？能给7年当助手，是我唐一阳毕生的荣幸。啊！你不知道刚才是谁咬人吗？不知道现在该被扔出去的是谁？出去！要一个手术，快！怎么回事？这小丫头到底是什么来路？这唐主任平时要的连院长都放在眼里，怎么对她这么毕恭毕敬的？这个唐一阳平时就看我不顺眼，一定是在故意气我。我看着不像啊，唐主任好像很笃定她能成功。放眼全球，能成功实施这手术的只有神医严老，难不成他就是神医严老？想什么呢？你没看出来他们2个老早就认识吗？指不定私下睡过多少次了，就是故意捧着他给咱们看呗。严老的医术没个几10年的造诣，怎么可能呢？凭他一个小丫头也配？也对，一个小丫头没有什么医术。哎，修部主任，您今天也太冲动了，被那小丫头一激就同意了实施手术。这要是有个万一，傅少那边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以为我傻吗？老爷子是必死的。这样一来也倒好，我们就不用担责任了。哦，祸水东引，您不拿手术刀改兵法了，高啊！别说这些没有用的，快去给傅少打电话，就说这里来了一个疯丫头，非要给老爷子做手术，我们呀怎么都拦不住呢。姑娘，拨个电话。家属有事。你是什么人？有什么资格为我爷爷手术？立刻停止！患者心率下降，不能再走了。姓傅是吧？我不管你是什么来的，患者的情况你应该清楚，我没时间跟你浪费口舌。你居然知道我是谁，就不该做我爷爷性命的下手。我已经向医院授权成为他的主治医师，有权利为病人采取急救措施，没有必要向任何人交代。敢！摆正体位，皮肤消毒，刀。就是他给老爷子做的手术。是啊，我们也不同意啊！一个来历不明、没有行医执照的死丫头给老爷子做手术，是院长不在，又有唐医生给他做保，瞒不住啊！是啊，秦河州都是他们一意孤行，跟我们无关啊。他是活腻了，您最好也祈祷老爷子平安无事，不然一个都跑不了。傅少，老爷子手术失败，心脏骤停。把他给我带过来。是。我给过你机会，如今害死爷爷，你应该料到下场。带下去，活埋！青岩，你没事吧？怎么，傅少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救命恩人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心脏停跳是手术的需要，老爷子手术很成功，明天就能脱离呼吸机。不可能，老爷子做过多次的手术，没剩下多少缝合的组织，人工心脏根本没有办法立足。你是庸医，不代表别人都是庸医。我不信，傅少他一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想趁机逃跑。傅少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副长，老爷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我们带去的医生检查了，现在他们吵吵着要请教这位医生了，简直是当代神医啊！现在不要打要杀了。子墨，哦，金小姐，
是我们副厂的一点心意。哦，10个亿，明白。好，医药费就收下来。哦，对了，你支付宝账号给我。支付宝到账9.9元。之前给你去买本小学生课本，让你好好学学什么叫做文明礼貌。这女人有点意思。给我钱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清末，没听到这位小姐说的话吗？快去照办。哦，好。医药费家属已经给了，现在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了。刚才是谁说的？如果青爷能治好傅老爷子的话，就给他跪下磕头道歉，喊祖宗都可以。我没说过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修副主任，你刚才说的话很多人都听见了，你就算是不下跪，也应该道个歉吧？没错，我不道歉。死丫头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说了，让你兑现承诺，好好跪下。祖宗就不用叫了，毕竟我没有你这么草菅人命的。胡说，副长，我可什么都没有做过，他就是在你面前血口喷人。有没有做过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明明知道镇心剂和舒心通打下去，就算是华佗在世也无力回天，而你却在患者还能救治的情况下率先下了死题，你到底是什么居心？别和他废话了，帮我转告院长，他这种就不配为医。我不想再在这个行业里见到他。还要赶他出去！我不走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替院长做主？我不信，我不走。走。副上，我好歹也是老爷子的主治大夫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他这是在故意污蔑我，您不能放任他这样对我呀。是啊，你为老爷子主诊1年，确实不应该这么对你。多谢副少，还是您看得通透，知道他们是在污蔑我。从今日起，邱家所有人不许任何一个人再踏入京城。副少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算盘敢打到我的头上？老爷子在你手上，一天不如一天。今天如果不是有他在，你的命够回吗？还不快走！再让我看到你，邱家的下场只会更惨。滚！老爷子事务护理交给你，我先走了。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手术服的小姐从这里经过？她刚才好像已经走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她今天早上好像是来看亲友的，有登过记，你看一下。青年。欢迎大小姐回家。大小姐，请。好。爷爷，爸爸终于找到你了，让爸爸好好看看你在陆家过得怎么样，还好吗？好。老爷，这是大小姐给您宽先呐，在卢家没有给大小姐置办过一件像样的衣服。什么？卢家怎么能这么对爷爷？没事的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好，爷爷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爸爸会好好补偿你的。走，爸爸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。好。
这是元代绘画大师这人发的真迹。这幅画有价无市，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穆家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还是我的宝贝女儿有眼光。快，大小姐喜欢，搬到大小姐房间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这幅画放在现代艺术里有些突兀，放在古色古香茶室里倒彰显品味。我也觉得放在茶室里比较好，还是我的宝贝女儿有品位。哼，刚回来就显着你了，一个土包子，你有什么品味？老爷，这幅画呀，价值3亿。雨莎小姐这特意挑了这个最显眼的地方，让人一进来呀，就觉得我们穆家呀富贵。你当时也说好来着。雨莎小姐？是啊，老爷最疼雨莎小姐了。多嘴。爷爷，咱们家里的情况呢，有点复杂，回头我好好跟你聊聊，好吗？来，下去吧。这就是你的房间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来，先坐下吧。爷爷，是这么回事。当初我跟你的妈妈路过一个小镇，谁知道你妈妈突然早产，当时附近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院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去那家小卫生院生产。谁知道当天晚上卫生院大火，慌乱之中我就把你和卢家的女儿抱错了，你的妈妈也……爷爷，你不会怪爸爸，你放心，爸爸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您误会了，我是在想，医院每天接生的孩子那么多，为什么您就确定是我们和卢家的女儿被抱错了？那家卫生院很小，而且当天晚上也只有你的妈妈和卢太太2个产妇，所以一定不会弄错。这样的话，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雨莎小姐，应该就是卢家真正的大小姐。是的，没错。那徐爱琴为什么一口咬定她的亲生女儿没有找到？这也是我一直感到为难的地方。当初我一直想把莎莎送回去，可是卢太太一直推三阻四，到最后干脆不接我的电话。大概他们是不想认莎莎吧。徐爱琴，那这件事情卢振海知道？这个应该不知道吧，因为当时一直是卢太太跟我联系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就是问你。爷爷，爸爸毕竟养了莎莎20年，不太忍心她无家可归，想把她留下来。当然，这件事情也要看看你的意思。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爸爸就给她另外安排其他的去处。只要她不惹我，随便你怎么安排。好，好，我的宝贝女儿最懂事了，你放心，爸爸一定好好补偿你。爸爸给你准备了点小礼物，你在这儿先休息一会儿，爸爸一会儿喊你啊。嗯。喂，宝，大单，荆州首富给他女儿订了你设计的100件衣服，咱们血赚上亿哎！荆州首富？荆州首富？是呀，好的不能再好。这事回头再说，你帮我查查，当年徐爱琴生产时那场大火，到底是人为还是意外？好端端的查这个干嘛？不会是你的身世有问题吧？好端端的查这个干什么呀？喂，死亲爷又挂我电话，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。南小姐，
您可是倾城设计大师的品牌负责人，像送货这种小事儿，怎么能劳您亲自动手呢？这可是荆州首富穆家老爷为穆大小姐订购的礼物，价值不菲。我们当然要上门服务，让顾客满意是我们的宗旨嘛。我不来看看，怎么知道你们家大小姐是不是丑八怪？我才不管你们是不是荆州首富，配不上我们宝设计的衣服，不卖。南小姐，您先稍坐，我这就请我们大小姐出来。不用叫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就是穆家大小姐。都说你们家倾城设计的衣服是时尚圈最顶尖的存在，单品价格不低于100万，甚至有钱都买不到。我看也不过如此。抱歉，我们的作品没能让您满意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哦，对了，在我们倾城有条规矩，不管客户的身份有多尊贵，只要不喜欢我们的衣服，就是和我们的设计理念不合，从此以后倾城不会再向他出售任何一件衣服。哎，你先别急，也不是全都不行，我再勉强试试呗。雨莎小姐，这些东西不是为您准备的，是为大小姐准备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不就是穆家大小姐吗？爷爷，荆州的名流都能够穿上这个设计师的服装内容，过来看看，喜欢。我衣服够多，不用您破费。莎莎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我这不是想给您个惊喜吗？爸，这又是我们县下的哪个穷亲戚啊？穿得这么寒酸。就是穆雨莎，脾气倒是和徐爱琴很像。哼，看来也是个欠收拾的。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莎莎。莎莎别闹，这是你姐姐，叫姐姐。这些衣服都是给你姐姐准备的。爸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每次来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戚，你都要接济。我们穆家是不差钱，但是也不能任由这些人在我们身上吸血吧。这么贵重的衣服也是他配穿的，给他200块钱打发走。够了，这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穆家真正的大小姐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再下去。雨莎小姐，请。爸，范小姐，不好意思介绍了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女儿穆青年。你是穆家大小姐，荆州首富千金。嗨，南小姐，南小姐，这是跟我们家妍妍认识？不认识。啊，对，不认识，完全不认识。我还以为青妍、青城名字这么像，没准你们认识呢。啊，这个衣服是不是有很多种穿法？南小姐，你陪我去试一下吧。衣服不拿吗？你是穆家亲戚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我吃醋了，凭什么你又会投胎又能赚钱呀？这穆家可是荆州首富，他家的实力能和最神秘的傅家掰掰手腕了。不过穆老爷子去年刚从位子上退下来，集团现在是职业经理人在打理。原来卢家说我父亲是无业游民，就是这么个无业啊！先不说这个，我让你调查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吗？我怀疑我和穆雨莎是被故意绑的，而且卢家只有这么一个孩子，没有理由不要穆雨莎。时隔20年，有些事情也不是1天2天就能查清楚的。明白，那你尽力调查吧。哦，还真有件急事，我手上制作一心丸的原料一心草没有了，得尽快补货。你是为了卢家老太太的。这么多年，要不是你在背后偷偷出钱贴补卢家亏损，就凭卢振涵的脑子，卢家早就破产了。
你还管卢家干什么呀？你现在研制的一心丸在黑市能卖上百万，我们自己留着不香吗？钱没了都还可以再挣，卢奶奶的命没了，那是真的没了。啊，算了，我也劝不住你。不过最近市面上还真有一株一心草在拍卖，但是我们很难拿到它，毕竟傅少爷看上那株一心草。傅少，你说的是傅思成？傅思成？凭傅少的财力，想从他手里抢东西还是太难了。况且这一心草只有在你手里才能变成一心丸，在其他人的手里只能发挥10%的效率。我们没必要为了这个得罪傅少。又是他。那一心草的拍卖会我们还去吗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我倒要去会会这个傅少。小姐，你消消气，何必跟那个土包子一般见识啊？消气？我在这个家待了20多年，平时买件上百万的衣服吧，就说我铺张浪费。他这才刚回来，上亿的奢侈品不眨眼的往他房间送，不杀了那个贱人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小姐，今时不同往日，那个青芽刚回来，老爷就想着怎么一心补偿他。你这回要是流露出一点不满，那老爷还不得把你送回卢家？那卢家可是个3流家族，你能吃得了那苦吗？那我能怎么办？我现在只能算个养女，难道我就一辈子被他压得死死的？这养女也是千金，你别忘了，这穆家和傅家是有婚约的，这当初可没说清楚是亲生的还是养女。只要傅少中意你，这穆元福呀，他也不敢不答应这门亲。只要嫁给了傅少，成为了傅太太，那可比穆家的大小姐风光100倍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和他认识这么久了，难道他会不喜欢我，喜欢那个穆青言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我回来了。喂，傅少。你接着说。属下无能，没有查到青云小姐的下落。这世上竟然还有你查不到的人，能躲得过傅家的信息网，我倒是小瞧他。傅少，您不是有青云小姐的电话吗？你实在要想见她，你还打个电话联系她不就行了吗？多嘴！交代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大部分想拍一心草的人知道你想要，他们都答应，只是做做样子。大部分。有一位临时报名的女士也想拍下一心草，但是主办方示意她您的意思，但是她还是坚决不肯让步，扬言要各凭实力。哦，荆州竟然还有人敢和我傅家作对，是谁？这个还不太清楚，我下去再查一下。算了，不必了，就用它给其他人做个警告，让他们都知道，我傅思辰想要的东西，没人敢动。是。喂，爷爷来了。来，这些都是爸爸亲手为你做的。谢谢爸。客气什么？喜欢什么？来，多吃点。让你得意，走着瞧。爸，喝茶。好。姐姐啊，按照顶流社会的用餐礼仪，第一餐呢，我也该向你敬茶。看老娘不烫死你！穆雨莎也算女人，这手段没比卢家人高明到哪去。你给霸道8分满，我是小贝，零少1分。是你餐桌礼仪没学好，还是你存心反抗？爸，莎莎也不是故意的。这样，莎莎，以后你一定要向姐姐多学习餐桌礼仪，知道吗？是啊，不必了，毕竟是养女，略懂就好。太过精钻，反而让人觉得心比天高，不比纸薄。
妍妍说的在啊，妍妍，你刚回来，今天咱们吃完早饭以后，爸爸带你到咱们家的各个产业去转一转，好不好？哦，爸，我下午可能有点事儿。哦，还有事儿啊？那也行，年轻人多出去转转也好。你的钱够吗？不够，爸爸给你转点。女孩子啊，在外面没钱一定不行。支付宝到账500万元。爸，这也太多了。哎，不多不多，花没了再给爸爸说啊。谢谢爸。哦，爸，我那边有点着急，我先去了。好，去吧。穆青言，你给我等着，过了今天，我一定把你踩在脚下，让你好看。爸，我今天也有点事儿。那去吧。哎，不用等我这个老头子喽。喂，你会不会开车？真当我好欺负。拜拜。你好，这是为保护 VIP 客户隐私准备的。谢谢。现在在拍卖什么东西？说出来你可能会笑死。说上次你制作舒心丸剩下的渣渣，放在门口垃圾箱里，不知道被谁给偷偷拿走了，还起了个怪好听的名字，叫什么舒心散。唉，随他们去吧，先休息好，到离心草去。下件拍品舒心散开始出价100万，150万，200万。什么破地方？凭什么他们有面具，我们没有？我给傅少打电话，他也不接。你确定买了舒心散就能打动他？小姐，你放心吧，孙老爷子刚动了大手术，这些舒心散是神医杨儿研制的舒心丸原料，保证能让老爷子起死回生。到时候傅少还能感激你。四太太能选你其随，前面那些 VIP 座位又加上100倍，面具也是，我们得把钱花在刀刃上。好吧，250万，250万1次，250万2次，250万3次。恭喜，舒心散是这位小姐的。你好，小姐。小姐，快拿着舒心散去救老爷子吧，早些去，早点赢得思辰的心。有请下一件藏品一心草，现在开始出价。200万，300万，400万，1000万。不用猜了，这手笔肯定是富少。哎，你还敢？1千万成品才1000万，1000万买原材料会亏死的。1100万，1500万。这次真的不能再分了。为了卢奶奶，一心草今天必须拿到。1600万。不要，不好了！老爷子和米莎送去的舒心散，现在病情恶化，荆州医院医生现在也束手无策。说什么？老爷子病情现在非常恶化，现在要不你给钱小姐打个电话，只有她能救老爷子。1600万1次，1600万2次，1600万3次，成交！太好了，我们从富少手里抢到了一心草，妍妍，你太棒了！喂，是我，傅思辰。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不会知道拍一心草的人是我吧？有事吗？爷爷病情忽然恶化，想请你再回去看一看。怎么会？手术明明很成功的。喝了神人送你的舒心散。
舒心散，简直是胡闹！我现在过去。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去接你。华尔曼酒店附近。我也在附近。是青岩小姐，我就说她是来附近旅游地点打卡的。这附近有不少网红景点，她如果穿成这样，怎么会出现在拍卖会的现场？您多心了。这次又辛苦青岩小姐了。青岩小姐，口红很有品味。是不是别我的吗？口红颜色一样，被他发现了，这一下完蛋了。那个爷爷的病情不是很严重吗？我们赶紧去看看吧。哎呦，我的傅大少，你怎么还亲自给别人开门啊？废什么话，还不上车，让我当司机啊？哦。天安小姐，您医术这么精湛，冒昧问一下，您多大了呀？20了。20？这也该到了谈恋爱结婚了吧？是吧，傅少？开你的车。我又没说错什么，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不挺正常的吗？人家青岩小姐都没着急，你着急什么呀？你不是也着急着谈恋爱结婚了吗？我倒是觉得你跟青岩小姐挺般配的。秦墨，别听他胡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到了，抱歉啊。你也不是故意的，老爷子病情耽误不得，您去看看。慢走啊。傅少，这天小姐可比穆雨莎强多了，娇柔你也早不说，老爷子刚好就被她害成这个样子。我要是不是顾及你和他们家有婚约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因为不出这件事，他就会成为富太子。您的意思是？啊，傅少，那您对青岩小姐的印象怎么样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她有没有可能成为富太太？青木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这。怎么样了？老爷子的情况看似凶险，其实是虚不受补，没有什么大碍。我已经给他服用药了，最迟明天就能醒。从今以后没有经过医嘱，不要给老爷子乱用药。这次又得谢谢你了。耽误你这么长时间，肯定饿了吧？请你吃个饭吧。不用了，老爷子这里还需要照顾，改天吧。傅少，咱追可走远。给点钱干啥呀？哎呀，对不啊，青岩，你来这干什么？青岩，你来这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就是想跟老太太调情，好继续留在咱们家呗。爷爷，不是我说你呢，你都嫁过去了，去伺候那帮的父母，以后别来打扰我们。你跟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呀？赶紧让他走！难道是想等老太太醒了，仗着跟老太太那点情分赖着？爷爷，要不你开个价，我们父女缘分已尽，你以后再别来打扰我们了。给，这卡里有5000块钱，够你那个贫困家庭1年的开销了吧？拿上钱，走吧。这对于你和你那个家来说，已经是很丰富的条件了。听见没？拿上钱赶紧走，在这还跟我们亲事。这些年你欠我账，今天我就一起算算，也不多，10个亿。你疯了？10个亿还是我们欠你的？看我不撕烂你这张嘴，让你再胡说八道！你谁呀？你多管闲事！你惹不起的人。哎呀，不知道从哪儿抠大了个野男人，就敢跟我们叫板。老卢，
看来今天咱们两个吧，得收拾收拾这段小贱人。过来吧。现在还要教训我们吗？都是这个胡教女把我们气的，那不会给我们一般见识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管他们，我们走。小心点，以后不要让我看见，否则见一次打如此。走。我呸！什么东西？老卢啊，你看什么呢？哎，刚才那个男人从傅家 VIP 专属病房出来，我听说傅老爷子住院了，他只有一个独孙，该不会是傅少吧？想什么呢？青岩那种货色，能勾搭得上傅少？你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样，我猜不过就是傅家的一个保镖，不过是狗仗人势嘛，轻描淡写嘛。有道理，那肯定是一个保镖。唉，可惜我们的女儿没有找到，不然我们可以让女儿认识傅家了。不对，青岩回到了那边，他肯定知道了我们的女儿就在他亲生父母身边，是我没把她接回来。万一他要是告诉老卢就完了，绝对不能让这个青年和老卢见面。老卢，只怪咱们两个没有儿女缘，你也别多想。哎，咱们两个人过不是也挺好的吗？现在当务之急啊，是别让青年缠上咱们了。妈手头上还有一大笔钱呢，要是让他骗走了，咱们俩就亏大了。今天谢谢你。那些是什么人啊？需不需要帮忙？没事儿，我的事情习惯自己解决。好，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人是我请出来的，怎么着也得安全送回去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，你把我送到今天上车的地方就行。过了今天未必还会再见，没必要让他知道。青木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啊？你先去忙。好。这个，谢谢你啊。你今天忙了一天，也不肯跟我去吃饭。我听说，小女生都特别喜欢甜食。你还挺细心的。你喜欢就好。到了吗？那我先下车了。我帮你吧。女朋友？哦，抱歉，打扰你了。不是，一个犯了错的人想和我求情，我跟他不熟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路上小心。和我去趟穆家，我要和穆雨莎退婚。我知道您不喜欢穆雨莎，这次她虽然有错，但也不是故意的呀。您和她的婚约是老爷子定的，老爷子现在受不起任何的刺激，
我意已决，老爷子那边就先瞒着吧。喂，娶了个乳名儿，荷花丸子叫大莲呐。傅少来，傅思辰，他这个时间来干什么？算了，先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伯父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，来坐。哎呦，你小子啊，来就来，还带这么多礼物，太见外了。小辈应该的。你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突然上门来，一定有事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伯父，我这次来是为了……傅少来了，这下可怎么办？他肯定是为今天的事来的，都怪你和我说什么舒心散。这下好了，要是被爸知道我差点害了傅爷爷，这个家肯定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小姐，你别慌，这事情没到最坏的地步。你赶紧给傅少发消息，好好求求他，让他把这件事情别告诉老爷。你这身段放低点，傅少啊，未必那么狠心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这就给他发信息，只要他不告诉爸，让我肉偿就可以。你们这么想太好了，就你这身段，是个男人都拒绝不了。你就等着傅少回心转意吧。不瞒伯父，我今天来是为了莫大小姐的事而来。老爷，会不会傅少听说我们大小姐另有其人？毕竟是有婚约的，过来看个究竟。你先去倒点水。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突然，妍妍呢也是我们最近才找回来的，还没来得及对外公布。我们不是刻意隐瞒你们出来。这您的意思，穆雨莎不是穆家的大小姐，而真正的穆家大小姐是那位妍妍。穆雨莎起码算得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1等1的京中名媛，傅少这都瞧不上。这一个小地方来的妍妍小姐，这退婚的事儿只怕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刚好你今天来了，顺便就把妍妍见一下。老吴，给妍妍打个电话，看看她走到哪儿了，怎么这个点还没回家？是，不麻烦伯父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就直说了吧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妍妍来了。啊，妍妍，穆青言，这就是穆家大小姐。妍妍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傅思辰。哦，阿辰，你刚才要说什么来着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听说穆家真正的大小姐回来了，我想问问穆国父，还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我？咱们两家的婚约是我和你爷爷定下来的，那谁都改变不了。妍妍啊，这个按理来说呢，他以后就是你的未婚夫啊，你们要多多接触。啊？未婚夫？哦，这个是我为未婚妻准备的一点薄礼。傅少，你这也转化的太快了吧？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可以重新安排了。我跟你有婚约？哦，哎呀，妍妍突然知道这个消息，吓傻了。不过来日方长，你们多多接触。哦，我都听伯父的。怎么样？傅少有没有把我害了傅爷爷的事说出去？倒是没有，只是……什么？傅少承认穆青言是他的未婚妻了，他是来看穆青言的。小姐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你可千万不能认输啊！爷已经醒了，他一直念叨着想见见傅家未来的孙媳妇儿。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，陪我去看看他。
青云小姐，我们老爷子这年到着要见救命，年到着要见孙媳妇儿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老爷子连着2次从鬼门关闯出来，最近情绪波动。您要不跟我们傅少回去看一看？既然老爷子想见你，那么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定明天吧。好。你如果不想以未婚妻的身份过去的话，也可以代表穆家去表示一下关心嘛。是啊，咱们跟傅家可是世交，你可以代表咱们家去看看。再说了，咱们家的人情世故迟早有一天得交到你手里，你得提前适应适应，是不是？那好吧。好，那我就明天一早来接你。今天我就不多做打扰了。好，圆圆送一下傅少。不用了，莫大小姐，明天见。未婚妻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可不能认输。傅家还是傅爷爷说了算，他才不管什么亲生还是养女呢。只要明天我能一起去，2相一比，那穆青言就是个土包子，傅爷爷肯定会让傅少娶我的。傅少，等等。谢谢你没把舒心散的事情告诉爸爸，我真的不知道那药有问题啊。阿晨，我想亲口向傅爷爷道歉，你明天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爷爷不需要你的道歉，他要见的是我的未婚妻，不是你。未婚妻，我才应该是你的未婚妻。我明白，就让姐姐以未婚妻的身份去，我呢就代表穆家去看看傅爷爷好不好？有资格代表穆家去看望爷爷的，也只有我的未婚妻。雨莎小姐，我想这么多年你也应该明白，我们傅少对你没有意思。还有，我们傅少已经和青梅小姐订婚了，为了2家的颜面，我劝你还是少死缠烂打。对了，阿晨这个名字可不是你叫的。算了，不带你去就不带你去，他们越不带你去，就越证明你比那个穆青言强100倍。咱们呀，只管等着看他救人现眼。没错，傅爷爷肯定不会认一个土包子当孙媳妇。我们呀，就等着傅爷爷派人来推他的婚，到时候傅少还是我的。老爷子，傅少已经决定明天让顾青言以他未婚妻的身份来见您。哦，这臭小子是不想征求我意见。是啊，这个穆青言虽然救过你2次，可毕竟是小户小门长大的，嫁给傅少会辱没我们傅家的门楣。老爷子，不如趁着还可转还，让我去找找穆元福，还是让他把穆雨莎嫁过来。至于穆青言，我们找其他办法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就是。傅少，老爷子知道青云小姐是你的未婚妻，他也不透露口风对这门婚事是什么意思。他当初可是极力促成我们雨莎的，要是这么着急带青云小姐见老爷子，他万一反对这门婚事，这以后就难相处了。哎，去吧，穆父啊，去吧啊，走啊，未婚妻。谁是你未婚妻啊？我可没有答应嫁给你啊！你再乱喊，我可不去。哦，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去问问伯父。伯父，
我去也是代表穆家，还挺……仙人小姐，你是第一次见我们老爷子，我们傅少担心你不知道我们老爷子喜好，给你准备了一份见面礼。不用了，既然是我第一次见傅老爷子，应该是我准备礼物才对。你准备好了，老爷子肯定会喜欢。你是第一次见我们老爷子，我们老爷子上年纪了，性格有点古怪，他担心你准备的见面礼他不喜欢，惹他生气，你还是秦墨，穆大小姐准备的自然是最好的，不用我们操心。不知道，这么伤心为我爷爷准备礼物，还是不是我的微信？副少，我看欣欣小姐其实挺重视这一次见老爷子的，万一老爷子反对这门婚事，这大家以后相处就……现在掉头还来得及。你太低估他老人家了。走。老爷子，您真同意傅少娶那个小门户长大的？这臭小子不结婚，弄得我没办法，才撮合他和穆雨莎。哎呀，你以为我真在乎那孙媳妇的出身吗？哎，再说了，那穆庆言医术多高明，哎，哪一点配不上他？肯定是我孙媳妇来了，老文呐，快去请。傅爷爷，嘿呀，你就是妍妍吧？哎呦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还叫什么傅爷爷？就叫爷爷就行。哎，来，快坐，让爷爷好好看看你。老文呐，哎，你看我这孙媳妇长得多俊，比这穆雨莎强多了。就是，我还是叫您傅爷爷吧。爷爷，人家还没答应跟我结婚呢。臭小子，那还不赶紧加把劲儿！别理他，我呀就喜欢你。哎，老文呐，赶紧把那个我准备给孙媳妇的礼物拿出来。好。这个呀，是你阿春奶奶留下的呀，她让我将来交给未来的孙媳妇儿。哎，如果她现在在的话呀，肯定会给你亲手戴上。这我不能要，这个设计和品质起码值30亿，太贵重了。爷爷送给你的，那就是你的。爷爷现在身体状况不好，你要不收的话，他会很伤心的。哎，拿着吧。我觉得这个项链跟你很配啊。好，您这就开心了呀。妍妍说要给您送了一份礼物，包您喜欢的。哈哈，老爷子眼光可刁着呢，包老爷子满意的东西，可得让我们开开眼。爷爷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啊，怎么是药啊？哎呦，这苦药我都吃够了。嘿嘿，不要，拿走。这次失算了吧？求求我帮你红爷。傅爷爷，这个东西呢叫小甜丸，1月1颗，保证你身体硬朗，活到100岁。嗨，你这心意呢，爷爷领了，这个尝呢就算了。我呀，吃药都吃怕喽。爷爷，相信我，这个药真的很好吃。真的？味道真的不错，哎，从来没吃过这么清甜的药呢。哎呀，从喉咙畅通到胸部，我一下觉得我年轻10岁。哈哈，
您是孙媳妇送的什么都好，哪有这么神奇的药？让我瞧瞧。这还真是神药，这是神医严老研制的长寿丸，虽然比一心丸便宜些，但胜在稀少，每3、5年才拿出1颗拍卖。穆小姐，您有心了。对呀，这个药我们傅家费尽心思才收集了3颗。你是从哪买这么多的呀？糟了，我应该少拿几颗的。现在该怎么解释？看来小丫头还藏着不少秘密。爷爷，我们还有点事，您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爷爷再见。这臭小子怎么突然就走了？你干什么？关于那颗长寿丸，亲爱的未婚妻，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他不会猜到我的身份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哦，那看来莫大小姐还是把我这个未婚夫当外人啊。算了，那莫大小姐请自便，走了。什么人啊！说翻脸就翻脸，混红气。喂，张妈，傅思成跟穆青言刚从傅老爷子那出来，就闹分手，傅思成甚至都直接走了。我就知道傅家老爷子肯定看不上穆青言，这样一来，咱们雨莎小姐就又有机会了。你快继续跟着傅少，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雨莎小姐和傅少撮合的手里做成熟饭。我知道。傅少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这好端端的。放眼全球，谁能拿出1整盒的长寿丸？况且还能为我爷爷做人工瓣膜置换术。上次拍卖会，如果我没看错，也是他。敢骗我傅思成，当然得让这小丫头长点记性。天呀！您说这穆小姐就是神医严老本人？虽说这一般人没有见过严老的真容，但是以她那个医术水平，起码得上100岁。穆大小姐这么年轻，不可能吧？是与不是，问问荆州医院的院长就知道了。他之所以能成为院长，是因为医术受过严老的指导。他们每年收我那么多赞助，是时候该替我做点事情了。高啊！副长，说，那个这荒郊野岭的，这离市区得有多小时，也打不到车。你真的把穆大小姐一个人扔在这儿？傅思成，臭傅思成，我瞎了眼才决定的错，别装在大人。荆州医院院长，他找我干什么？喂，严老，我们这边有位病人情况十分危急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，求您指导一下我们手术。什么？在哪里？星空餐厅。餐厅？患者突发脑溢血，不能挪动，只能就地手术。那好，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没锁，讨人一身平安。严老，您总算来了，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
不用问这些了，患者在哪里？里面，在里面。你好啊，神医严老。你就是脑溢血患者。喜欢这个惊喜吗？聊。傅思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请我的神医未婚妻共进晚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请坐。你今天出了这个门，我可不敢保证会有多少人知道神医严老的真容。你。哎，你干嘛？副总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。怎么样呀？凑合。哎，别凑合呀，木丹小姐，这可是我们傅少第一次谈恋爱，所以绞尽脑汁才约你出来吃饭。这巧克力是傅少亲手做的。本来是想给你送个钻戒的，但是怕第一次吓着了。傅少，看就说这么追女孩子肯定不行，人家都生气了。滚！这也是我滚啊！这巧克力味道不错，你坐下吃。傅少真的约我来这里？放心吧，我亲眼看见他把莫青言甩了。我的人也说了，他来这里啊，是为莫小姐准备惊喜的。那傅少呀，还会吃回头草呀。除了莫青言，你就是莫家小姐，难道还没有错？我们说，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哦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傅少为未婚妻穆小姐准备的惊喜。哎，穆小姐，您在这儿，快先进去吧，别让穆少等着急了。我们呀，先去准备。好，听见没有？酒店经理都说了，这是为你准备的，错不了。这傅少啊，肯定是厌恶了穆青言，又想着你的好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你快去帮我把那几个朋友喊来，我要让他们帮我和傅少多拍一点照片。明天我要让全荆州都知道傅少是我的男人。好。喂，老爷。可是，不要，老爷子问你什么时候带穆小姐回去看他。改天再说。可是老爷子这不一直闹着。我接个电话。能调。傅少呢？傅少在外面打电话呢，你稍坐，傅少一会儿就到。哇，莎莎，这些都是傅少给你准备的吧？你们看这些衣服都是亲手设计的，这好几个亿呢。傅少对你可真好呀。那是当然，珊珊他们家不仅有钱，男朋友还体贴，真的是嫉妒死我们了。小姐，你看大家都这么说呢，错不了。现在想想，傅少如果不愿意，我怎么会打听他到这里来呢？我去找傅少好好谢谢他。
是傅少吧？哎，小姐，你这是些，既然是傅少呀，就先买的，你呀就安心享受就是了。要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就欲擒故纵。对，欲擒故纵。两位小姐既然这么喜欢这些衣服，那就挑几件吧，反正我们小姐也穿不完。那傅少不会怪罪吧？有我们小姐在这儿，傅少哪会怪罪？你们随便挑吧。那我们就不客气啦。莎莎，你可真是人美心善，有大家风范。小姐，你的意思是我出生那晚确实是有人故意纵火，有人看见徐爱晴在火势没起之前就跑了出来，我和穆雨莎很有可能是被故意调包，让穆雨莎取代我成为首富之女。目前调查的情况是这样。可如果是故意调包，徐爱晴应该完全不知道穆家的底细，但我敢确定卢家人对穆家完全不了解。小姐，能得到傅少的心，这一副还会缺这些吗？哎，好像有人来了，一定是傅少回来了，快走问问。我现在怎么样？你们弹钢琴的样子啊，最迷人。看起来看你一眼就一定会被你现在的样子迷死的。你好好嘴问嘴，我先出去了啊。而且徐爱晴和我说，她的孩子是被大火烧死的，是卢奶奶不甘心返回火场，把我当成她的孙女儿救了出来，才有了后面的事儿。怎么看都像是徐爱晴故意遗弃她的孩子。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，我接着再查。好，等你消息。等等，还有个大事儿，就刚才财富不可估量的傅思辰也从咱们这儿帮他未婚妻订购了100件你设计的衣服。傅思辰的未婚妻，不会说的是我吧？宝，你绝对猜不到他把这些礼物送哪儿了。这男人看着冰冷冷的，还挺会玩浪漫。星空餐厅？你怎么知道？喂，哪里来的演奏？高低音的部分，我帮进去。是。你谁呀？懂不懂音乐？敢这么说我们莎莎？哪来的土包子？恐怕连五线谱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会懂音乐呢？我可能不懂音乐，但你们一定不。你莎莎，你看他，穆青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句话我还想问。当然是傅少请我来的，怎么着？难不成傅少会请你这个惹恼了傅爷爷的土包子？哦，傅思辰这么跟你说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莎莎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你这个土包子让开，别占莎莎的位置。我要是不让呢？要不然算了，怎么着，他也算和我们家有点亲戚关系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家就爱接近那些爱占便宜的穷亲戚。亲戚又怎么样？这个位置是专门傅少给女朋友准备的专座，凭什么让你看？我今天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他。谁敢动我未婚妻？是我听错了吗？傅少说这土包子居然是他未婚妻。莎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傅少不是你男朋友吗？阿晨，你们就是这么办事的吗？傅少，都怪我，我不知道有2位穆小姐，我之前只见过这1位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撤呀！还想继续打扰不让？什么？那这个土包子也是了？莎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倒是说句话呀！这么多人不太好办。我牵自己未婚妻的手，需要经过他们同意吗？还是堂堂穆家大小姐，需要看他们的眼色？穆雨莎，有小心思逗我麻烦，你以后不要打着穆家的名义干这种没脑子的事儿，穆家丢不起这个人。穆家的确有千金，是穆青言小姐，而这个假千金，只不过是穆老爷子心善，才在家里收养她。什么？穆雨莎，原来你才是冒牌货？那你之前跟傅思辰订婚都是吹牛的啦？哦，我明白了，
原来你是想趁今晚正主不在勾引傅少，真没看出来你竟然是这种人。就是你装什么装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撕了你的嘴！呸！还以为是以前能给我们摆木大小姐谱的时候呢。好啦，别搭理他。刚才的所有事情全拍下来了，一会儿我就发朋友圈告诉所有人，穆雨山是个骗子、冒牌货。走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样了？都怪你，小姐，要不是你，我至于丢这么大的人吗？现在好了，明天全荆州都知道我不是穆家亲生的了。怪我，是我没打听清楚，我就不该听你的。要是用我的办法，穆青言根本就抢不走傅少。小姐，你有办法了？你忘了，傅少的母亲出生于音乐世家，她是家中独女。当初嫁进去的时候就说好，未来的女儿是要学音乐的，可惜只生了傅少一个儿子。他娘家早就放话，傅少未来的妻子必须是音乐家。我3岁就开始学琴，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傅少的妻子。到时候只要我在傅少的外公面前提起这件事，那他一定会站在我这边。我明白了，这一届的华国钢琴大赛啊，马上就开始了。只要你能拿下冠军，那可是数一数二的青年钢琴家。当初傅少的母亲早逝，傅家可是答应过傅少的婚约，可是由他外公做主，有他外公给你撑腰，那谁也阻止不了你当傅太太。知道你还愣着干嘛？是，我现在就帮忙给你去找比赛的曲谱，让你一举拿下冠军。你松开，都亲了一晚上了，要是被大人发现来了，就不放。你去。你们这是？伯父，我是答应你们两个在一起没错，但是你们这也太猴急了吧！太猴急了吧！才不是呢，我们去看日出了。树枝馆。啊，对，伯父，那个燕山的风景不错的，改天我们一起吃。来，坐吧。哦，对了，伯父，我听说您特别喜欢音乐，这个是华国钢琴大赛的门票，您有时间可以带妍妍看。你小子不老实，你想约妍妍你就约你把我老头子带上干？那不知道穆家大小姐肯不肯赏花？这些比赛的选手都才到专业级，没必要去的。这个参赛选手啊，他是青年演奏家级的水准，确实不能用。但是这个颁奖嘉宾可是音乐家协会的秦会长，秦会长在现场会有表演，他可是受过殿堂级音乐家听音大师的指导。那个听音大师，他这双手弹出来的钢琴曲，那犹如天籁之音，能听一次那都是大饱耳福。秦墨，他以前还行，这3、5年没什么长进，我看着就闹心，不想去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你是青音大师呢。这秦会长是你的徒弟啊，大小姐，不是老奴质疑，你在娄家那种三流家族长大，真的能懂音乐吗？你知道青音大师的徒弟在音乐界是什么样的位置吗？闭嘴！怎么说话呢？姐姐能这么说，自然有她的道理。姐姐，我也报名了这次的比赛，你既然也懂音乐，那我们一起参加呗。我没兴趣。难不成姐姐怕输给我？我有必要有什么比？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会想和你比呢？只是你刚回来还不知道，这傅少的外公呀是音乐世家，很在意未来孙媳的一个音乐素养。你要是能比赛拿个名次，未来你们谈婚事也能顺利一些。姐姐，我这可都是为你着想。雨莎小姐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大小姐啊，
根本就不懂什么音乐，你就别难为他了。我都说了，我没兴趣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大小姐，就别嘴硬了。够了，妍妍，不会弹没关系啊，有爸爸在，哪怕是阿晨的外公，也不能把你怎么样，知道吗？是这样，我外公喜欢什么样的孙媳妇，与我无关。我未来的妻子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的看法，他不想去，那就不去了。好，阿晨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的把妍妍交给你了。妍妍，去送送阿晨。好。既然有人这么在意外公的看法，他老人家倒是单身多年，我不介意介绍介绍。小姐，别生气，傅少呀就是嘴硬，那到时候不仅孝子的帽子压下来，他从也得从，不从也得从。哎，傅总审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只是对那种级别的比赛不感兴趣。我信你。那比赛当天我陪你去。好，我们当天是作为主办方出席，你不用在意任何人的眼光。小姐，那首曲谱你背熟了吗？我学琴这么多年，会背不下一首曲子。只是那张曲谱是你从穆青言房间拿的，他会不会真的懂音乐？如果被他发现我偷了他的谱子，那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徐爱琴啊，早都知道穆青言不是他亲生的，怎么肯花钱让他学琴？而且啊，我让人也喂过徐爱琴。这些年，穆青言这连琴都没摸过，更不懂什么曲谱。要不然，这么好的曲谱，他怎么会就地让我捡到呢？你的意思是，徐爱琴一直都知道穆青言不是他亲生的，你和卢家有联系？小姐，你别管这些，就安心比赛吧。哎，也是。我们买的那几首谱子水平都一般，只有他房间里的那张可以拼命大师。要不是为了拿冠军，我才不想用呢。穆青言，你还真来了，也好，一会儿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拿到冠军，取代你成为傅少的未婚妻的。你别以为傅少跟你说了几句好听的，你还真就相信他扭过家里。穆雨莎，都到这份上了，做梦还没醒。记住，这场比赛以你的水平拿不到任何冠军。我穆青言说，你小姐，就别生气了。有拼命大师的那首曲子，你还在意他？就先让他得意一下吧。对，穆青言，你就等着我打你脸吧。感谢这位小姐的演奏，下面有请穆雨莎小姐上台演奏。本届华国钢琴大赛第1名是穆雨莎选手的杯。爸，你听见了吗？我是冠军。莎莎最棒了，想要什么，爸爸给你买。姐姐，你听见了吗？服气了吧？爸，
我不需要什么奖励，就是姐姐一直都不认可我，我就是想让姐姐给我道个歉，认可我的音乐水平。这首曲子是怎么来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还想让我也认可你的音乐水平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了，莎莎，秦会长马上来了，快点上去领奖吧！啊，还有你爷爷，莎莎好歹也是咱们家的一份子，她得奖，您也感到高兴，对不对？只要在座的有一个人不是聋子，那他想领这奖难。你，小姐，已经尘埃落定，先去领奖吧，然后再收拾。你就是穆雨莎，我对你那首碑非常惊艳。谢谢秦会长的夸奖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认可这首曲子，并不是你。我同意背这首曲子为本次大赛的冠军，但是我拒绝为穆雨莎颁奖。秦会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他不配拿任何奖项。可是他当初弹的这首曲子，甚至可以媲美当年的听音大师。我觉得第一名当之无愧啊！糟了，难怪那个穆青言肯定我拿不到名次，原来是买通了秦会长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是姐姐指使你这么干的，对不对？她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，能让您不顾名望，当众刁难我们这些小辈？你说的姐姐妹妹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但是我说你不配就不配。秦会长，你别走，这件事情必须说清楚。你脸不要脸是吧？那好，那我说清楚，你说的姐姐妹妹我不认识，但是这首曲子是听音大师给我做的练习曲，因为听音大师觉得这首曲子有点简单，就没有公开发表。穆雨莎，你敢说这首曲子你没有剽窃吗？你什么？有这种事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有剽窃，说话可要讲究证据。证据？好啊！听音大师，听音大师，请您站出来，把这个剽窃者赶出这个行业。竟然是青音大师！老秦啊，你可真会鼓掌。穆青言，穆青言是听音大师？不可能，穆青言怎么会是听音大师？是啊，听音大师怎么会这么年轻？全行业都知道听音大师亲自给我辅导过弹琴，难道我会认错？我不信。我明白了，穆青言，你一定是仗着现场只有秦会长认识听音大师，所以故意买通他，冒充听音大师抹黑我，对不对？秦会长，你们想对付我没关系，但是你怎么能任由这种人冒充听音大师？你对得起听音大师对你的期望吗？穆雨莎，我发现你颠倒黑白的能力还真是一点不够。大家听我说，我和他是报错的孩子。是，这些年来我阴差阳错的成为了穆家大小姐，受到最好的教育，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，而他却因为贫穷连学琴的机会都没有，甚至连琴谱都不认识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嫉妒我，但是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，你这不是在对付我，是在抹黑听音大师，更是扼杀了整个音乐界的希望。一派胡言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用得着冒充吗？还敢说听音大师
妒忌你，没钱学琴。我告诉你，有人花1000万一个音符，请听音大师给他写曲子，被他拒绝了，因为他不缺钱，有空，他的财富可媲美首富。哎，老秦，没必要跟他废话。你们两个少在这演戏了。你以为你们这么说，在座的各位就会相信吗？既然你一口咬定他就是听音大师，那就让他现场弹奏。在座的各位可都是懂音乐的，大家放心，他绝对弹不出来。穆雨莎，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太精彩了，不过这首曲子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？你再看看那首碑，听音大师的所有曲子，正着弹、倒着弹，都能成曲。天哪，真的是倒着弹，不愧是听音大师。穆雨莎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既然你说这首曲子是你的，那想必你也会倒着弹。穆雨莎，请立即弹奏，否则我将取消你的名次。爸，爸，爸！我不需要倒弹，你们没资格取消我的名字。这首曲子根本就没有申请版权登记，你们没有实质证据证明我剽窃，我不需要向你们证明什么。穆青言，就算你是听音大师又怎么样？这首曲子是你的又怎么样？你没有证据奈何不了我，荣耀是属于我的。听音大师，现在本官因为一首废弃的曲子，确实没有版权登记，难不成让他把这届的冠军带走了？我有资格取消你的名字。各位，这次比赛是由我们副家主办，各位选手也都签署了承诺书，保证不会为这次比赛带来任何的不良影响，否则我们将保留追诉的权利。穆雨莎，副家不仅可以取消你的比赛资格和成绩，而且还可以向你索赔。不知道穆董这次会不会管你？跟他废什么话？带走。是。走吧。走。走吧。这次又麻烦你了，谢谢。穆大小姐，你跟我们副总还客气什么呀？我们副总能帮你解围，心里别提多高兴。谁说不用谢的？你应该也不会欠人人情吧？听音大师，你这次又想干什么？听音大师最拿手的当然是钢琴了。1天1首，私人演奏。哎，别忘了你欠我的私人演奏，不许耍赖，我会找穆伯伯做主。快把你讨厌鬼带走。得嘞。真没想到，竟然是听音大师。早知道我们不要把关系搞那么僵，音乐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利益和人脉。那丫头鬼着呢，我看她就是故意让我的莎莎出丑。你说什么？那个莎莎，穆雨莎？哦，对了，听他们今天的意思，她和青言是报错的孩子，她不会是我们亲生女儿吧？糟了，说漏嘴了。怎么会呢？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呀，不是最好，像这种女儿，
还不够丢我的人呢。哦，对了，我看今天青岩这样子不像是贫困家的孩子，你怎么说他家揭不开锅呢？这次张妈说莎莎好不容易有机会参加比赛，却和那个青岩对上，找我打听青岩的情况，却只字没提那边的家庭情况，还真有可能是我搞错了。那不是青岩吗？我早就问了。青岩，卢先生，卢太太，是你？你不是上次接青岩的那个司机吗？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我们老爷前2天还说送您2位的礼物怎么没有收啊？那些灵芝和珠宝价值好几个亿，更何况临江的那套别墅比您现在住的要大了许多呀！哎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烂礼品盒里面的东西值那么多钱？我们老爷看您2位执意不收，也就不好意思强人所难了。不是，你们老爷不是在贫困县吗？怎么会？哦，那个是我们老爷的户籍地，我们老爷现在是……好了，别跟他们废话。是。哎，不是，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别走人！哎，青岩，怎么这就走了？来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妍妍，你这么着急都走了？你那个司机说的都是真的？你父亲帮我们准备了那么贵重的礼物。妍妍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们？刚才你上的那辆车价值3个亿，那是你家的？你父亲是干什么的？啊，这样吧，有时间了我们聊聊。主要是爸爸想你了。卢家人欺负你了。以后见到卢家人不要客气，真当我穆元福的女儿是好欺负的。是，老爷。当然了，爸爸也知道这些年你在卢家颇受卢老太太的照顾，如果他老人家那边有什么事情，记得跟爸爸开口。谢谢爸，这些我都会处理好的。对了，老吴，家里的那台钢琴有点普通了，我女儿可是听音大师，你记得把我上次在拍卖会看的那一架价值50亿的钢琴买回来吧。是。没必要吧，50亿能干很多事儿的。哎，我女儿可是听音大师，多贵的钱都配得上。妍妍，你有今天的成就，爸爸真的感到很开心。只是莎莎的事情，爸爸想听听你的看法。爸爸知道莎莎这件事情错得离谱，按理说她这种心性不应该留在家里，只是卢家夫妇他一直不肯认莎莎，还想把她赶出去。唉，爸爸有些于心不忍，我也想不通卢家为什么不肯认莎莎，他们就这一个孩子。爸，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和你联系的一直是徐爱琴，卢正海并不知情。今天看到他们2人，我突然有了新的想法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去证实，可能马上就会知情。好。我怀疑穆雨莎是徐爱琴和其他人生的，帮我查查她和卢正海有没有亲子关系。那莎莎的事，一张曲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她这种行为我不能容忍。你要是觉得她无家可归，收留她，我不干涉，但她必须受到惩罚。好，她做出这种事情当然应该受罚。妍妍，你放心，只有这一次，如果有下一次，不用你开口，爸爸自己就让他离开这个家。怎么？那丫头挂你电话？都怪你，说他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，害得我把那帮的联系电话都删了。现在我想联系人家都联系不上，万一是荆州那个首富穆家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哎呀，你想那么多干嘛呀？那死丫头哪有那么好福气？我可不管她是哪个穆家，莎莎不是你卢正海亲生的，但却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要不是怕你发现莎莎的身世，我早就把她接回来了。那个死青年敢挡我莎莎的路，我和他没完。把莫雨莎给我叫上。还在副驾扣着呢。扣也好，就应该让他在副驾受点苦头。小小姐，请吧。穆总，人我给你带回来了，毕竟是你们穆家的人，我们不方便处理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解释？
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跪下，给你姐姐道歉。爸，青特助，这是我们穆家的家事，要不我先送您离开。虽然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们不方便处置，但是我们傅少说了，他在未婚妻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们总得看着点，不能让人再受欺负。这跪下！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惹怒老爷。姐姐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以后我事事以你为尊。爷爷，你看这样行吗？青特助，你们傅少应该没什么话说了吧？剽窃、污蔑、扰乱整个音乐界，你以为是你上嘴皮子碰一下下嘴皮子就解决的事儿？你只要姐姐您解气，想怎么处罚我都行。我还没想好呢，先跪着。莎莎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。爷爷，你慢慢想，千万不要为了这种小事情太伤脑子，好吗？哦，对了，穆总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傅总的外公特别喜欢音乐，他知道千言小姐是听音大师之后，特别想邀请千言小姐弹奏一曲，我们傅少也不好意思拒绝。千言小姐，您应该也会答应吧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钢琴比赛啊，私人演奏的时候，您忘了？你们偷换概念。爷爷，要不还是去一趟，就当见见长辈也好。对，千言小姐，车已经备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你不是存心道歉吗？在我回来之前，应该还会看见你跪在这儿。你，穆青言，我和你没完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呀！听音大师，咱们客厅上座。您快坐，快坐，好，爷爷，快坐。哎呀，这妍妍啊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阿晨啊，你个臭小子可真有福气，找到了听音大师做你的未婚妻。哎呀，这也是我们祖上积的大德了。今后啊，你如果敢对大师有半点不好，你看爷爷这么舒适，有您二位撑腰，我哪敢呀？好，这我就放心了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俩的年龄也不小了，这结婚的事儿也该提到日程上了，不能再拖了。外公，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。哎，秋天公啊，我在家里呢炒了点茶叶，让他们年轻人聊聊天，你去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？怎么走了？哎，爷爷！傅老头，你这干嘛呢？爷爷，开门呢！哎呦，妍妍呐，这锁怎么坏了？你别着急，爷爷这就去找人修锁。你说你这是，哎呀，等着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你还愁喝不上孙媳妇的茶呀？我这一招百试百灵。好你个傅老头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当初你就是用这一招让你儿子把我女儿追到手的。哟，这过去事情你还提呀？哎呀，走，好家伙！哎，爷爷别走啊！别浪费力气了，老爷子今晚是不会开门的。我找找还有没有备用钥匙。你太低估老爷子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
我们聊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喊了。穆青言，我们做过交易吧？你答应嫁给我，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会给你的。小姐，你再坚持坚持，要是被老爷发现你在偷懒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那个穆青言到现在还不回来，他就是在故意刁难我。他现在肯定使出浑身解数勾引傅少。都怪我，是我没有查清楚，他怎么会是青音大师呢？与你无关，是我轻敌了，我就该把他碎尸万段。小姐，你可不能做傻事啊！老爷可盯着你呢，只要稍有差错，老爷会把你赶出家门的。你放心，这次我不会亲自动手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就不信，想杀死穆青言的只有我一个。我听说穆青言和卢家的关系十分恶劣，在一起生活了20年，怎么说也算他的养父母。卢家人说的话，大家一定会相信。而且我和卢家没什么关系，也查不到我头上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卢家人对付他。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，让所有人都厌恶他。陆正王在哪？哼，臭不要脸的，我才不要嫁给你！我自己赚钱，我自己会花。哎，别过来啊！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睡觉了。妍妍，哟，这还怎么跑这么快？哎，怎么样了？腰疼。腰疼好，腰疼好啊！哎，亲家公，咱们快抱重孙子了。我说阿晨呀，你这可不行啊！你年纪轻轻的身体就成这样了，你得加强锻炼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哟，整这地铺，哎呦，你就是这个腰疼法啊！给你这么好的机会，你都不会利用，你，哎呀！我让你起来，我让你起来了吗？穆青言，你别太过分，有你做的过分。我莎莎，做错事不好好认错，还在这怪你姐姐。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没有。爱是不是？爸，你坐。爸，既然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，那我想过了。他做出这种事情，就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，摆不清自己的位置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好好认清楚，他是客居我们穆家。你的意思是，既然是客居，就不应该住在主人。是啊，老吴，把莎莎的东西都搬到客房去吧。是。爸，客房不在主宅，出入不方便。都是张妈的房间，虽然简陋了些，倒在主宅里。穆雨莎和她关系这么好，对她言听计从，那就让她和穆雨莎一起住。爸，张妈住的是下人房，她就是故意刁难我，让我没脸见人，打死我都不去。啊，这件事就依妍妍的意思。妍妍，这里没你什么事儿，先下去休息。老吴，你去帮莎莎收拾屋子。爸，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的，
但我好歹在你身边尽孝了20年，你不能因为他回来了，就把我当成不要的小猫小狗任意践踏吧？不，莎莎，你就是这么想的啊？你真以为我是为了宠着妍妍而让你受尽委屈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莎莎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我养了你20年呀，你以为你的小心思我不知道吗？你以为你在妍妍背后做的那些小动作我不知道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姐妹不和睦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你呢，一而再再而三。放我！我知道，我宠妍妍不假，我亏欠她很多，但我希望你好也是真。你要是能想通，我就帮你找一门好亲家，让你风光大家。你还是我穆家的2小姐，我穆家的大门还为你敞开。但是，你要是想不通，你好好想想吧。爸，小姐，母亲言，别乱想，别乱想。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傅子辰，穆雨莎和卢家的事有眉目了。哦，有人能证明徐爱琴和卢振海认识的时候已经怀孕，穆雨莎和卢振海的 DNA 样本已经送检，你的猜测很快就会证实。哦，喂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先挂了。雨莎小姐，这是你的换洗用品，你的其他衣服和那些珠宝首饰，老爷说了，你要是想明白了，会还给你；要是想不明白，就拿去做慈善。一个臭司机也敢这么欺负我！你看看这怎么住呀？小姐，你忍忍，只要老爷嫌弃了穆青言，老爷还会把你当成掌上明珠的。你看看，这收拾收拾也挺舒服的。别说这些废话了，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徐爱琴啊，知道你是他亲生的，自然二话没说。要是那个卢振海不清楚真相，这要了不少好处，才肯答应帮我们做事儿。张妈，你和我说实话，那个卢家究竟怎么回事？你就别问了，这卢家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你只要记住，穆家呀才是你未来的出路，后面的事情都交给我。行吧，你让卢家那边等我消息。这次我要让穆青言再无翻身的可能。妍妍，妍妍，哦，爸，最近怎么老心不在焉啊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爸，我们家跟傅家是不是平常有很多合作？那个傅思成是不是很忙啊？这个我还不太清楚。你知道，咱们集团是以职业经理人打理的模式。外面人都说啊，说你爸爸我是无业游民呢。怎么，你找思辰有什么事儿？没什么，我就问问。老爷，清特助来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穆总，坐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啊，千小姐，你想见谁？哦，我们傅少最近公事繁忙，分身乏术。千小姐真是想见我们傅少的。谁说我要见他？行了行了，别逗我们爷爷了。那个清特助，你来说吧。是，千小姐，自从你那天走后，我们傅家和傅少外公商量一下，既然我们有婚约在先，那也是时候把婚礼提上日程了。所以我们傅少想把两家约在一起见个面，商量一下
看这婚礼什么时候办，怎么办？是啊，阿晨这2天呢就在家里商量这件事情。这不，他刚敲定了日子，就派青树得来送信了。谁说要跟他结婚？木董，那我们傅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你们2个慢慢商量，我就先走了。老吴，送送。是。哎，坐。爸，我真不想结婚。爸，你们是在商量姐姐的婚事吗？莎莎，听说你表现的不错，上次的事情应该让你长长记性。好了，你也别忙了，坐下帮你姐姐参谋参谋。想嫁给傅少，做你的梦吧。哎呀，想不想结婚那是一回事，你先告诉爸爸，你喜不喜欢傅思辰？爸，我真的……好了，爸爸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，你的那点小心思，爸爸能不明白吗？你呀，只是和傅思辰认识的时间太短了，你觉得现在结婚有点仓促，对不对？爸爸是这么想的，你要是不想结婚，那先不结，2个人再接触接触，毕竟谈恋爱的时候才是最甜蜜的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这个2家人见面的时间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，毕竟你得把态度表明给傅思辰，免得他以为你对他没有意思，错过了这段姻缘，你们2个都会后悔。是呀，姐姐，爸说的对，2家人都认可了，您和傅少才能走得更长远。我看这次2家的聚会，要不然你就去吧，就当吃个便饭而已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去。不过先说好啊，我还没有答应嫁。好，爸爸带你去挑一件参加宴会穿的礼服，我们家妍妍穿礼服最漂亮。走。小姐，她不嫁给傅少不是正好吗？你为什么还要撮合他们？去了宴会才好呢。我要让傅家、穆家还有陈家在这个重要的场合都厌恶那个女人，让她彻底无法翻身。去告诉卢家，可以动手了。哎，怎么？你瞧瞧，这都要娶媳妇了，哪还顾得上咱们这老头子？谁说不是啊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去看看。傅少，你别着急了，田园小姐刚刚说了，已经在路上了。哎，这不是来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我是耽搁的。妍妍，你今天真的……快来坐吧。我是来和爷爷们吃饭的，谁要和你在一起？钱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今天位置不够，事务安排不周，你要不和我们副总坐在一起？走。好了，别害羞了，迟早是一家人了，去坐着吧。穆总，你能教养出这么好的女儿，真让人羡慕。今天我老头子替傅思辰特意向穆家提亲，还请你不要嫌弃我这臭小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穆庆言的养母。今天录这个视频，就是希望大家帮帮我，帮我劝劝庆言，让他不要再这么堕落下去，和那么多男人鬼混了。好了，要把我拍得楚楚可怜的。开始吧。我的养女穆庆言，她从13、14岁开始就沉迷于和各种男人滥交。天哪，姐姐，你怎么这么不检点？竟然拍了这么多不雅的照片，都怪你，笨手笨脚的，让大家看到这么多不堪入目的照片，还不赶紧把电视关掉？是我的错。够了，穆总，贵千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妍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跟卢家解释一下，别让大家引起误会。假的，没什么好解释。不会吧？这可是大小姐的养母，怎么会污蔑大小姐呢？而且这还有照片呢。是呀，姐姐，谁人无过呢？你给大家道个歉，大家会原谅你的。
妍妍说是假的，那就是假的。我相信妍妍，不需要解释。穆小姐，我知道你是名人，精英大师，而且更是我崇拜的偶像。可是为了阿晨的婚事，我必须小心谨慎。阿晨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否则我不允许他进家门。如果你还一意孤行，我就从这跳下去！哎，平家公，别激动。嗨，妍妍救活我的命，她的为人我最清楚。你信不过她，还信不过我吗？你们可不能相信他，这些可都是他睡过的野男人。青妍，你做这事，爸爸真的很痛心。可我不能让你再去欺骗别人啊！是啊，青妍，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多开心呢。该不会现在睡的人太多了，把我们几个全都忘了吧？亲家，你这都听见都看见了吧？不是我不相信他，这人都找上门了。阿晨，你能不能长点心，别被这女人所迷惑呀！亲家公，好，你说过，音乐是不会骗人的。听音大师的音乐是你听的最好的声音。哎，你不相信我们，难道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吗？嘿嘿，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好多曲子都是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创作的。他说这叫纯粹的快乐。是啊，听说艺术媲美前1年了，他就愿意跟我在一块儿，说是采阳补阴呢。快拍下来！明日头条：听音大师承认爱欲，酷爱纯粹快乐。全球首富执意徐懒娇女，一世出道期。都到这步田地了，你还要和这种女人在一块儿厮混啊？老公，我说过了，我信你。穆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别再来祸害我们的阿晨了。我是不是纵容你们卢家太久，让你们不知道天高地厚？现在给我滚出去，还你们这个生物！你们看看呢，这就是我养了20年的女儿，她就是这么对我们的。好，你们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电脑有吗？有，拿来。诶，你看这个代码是那个 IT 延伸的代码，它在每个程序里面都有这个代码。天，他是 IT 延伸啊！你们快看，刚才那些照片的源头都已经找见了，女主不是青妍，这几个男的都是骗人的。杀行郑海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不是那个什么 IT 什么什么，说不定这东西就是你在我们眼皮底下造假呢。扫人头还告诉大家，他们两个怎么像个牵手说。他们两个找我，让我拿一些照片，把千小姐的脸 P 上去。这是监控上的视频，都在这儿了。你们也太卑鄙了！穆小姐，好歹是你们的养女，你们这样做是想逼死她吗？好啊，看在你们养育妍妍几十年的份上，你们屡次刁难我，屡次忍让。今天我要是不给你们一点教训，我穆元富枉为元富。秦牧，看着点，这种小事不劳烦穆伯父动手，敢辱我傅思辰的未婚妻，我看你卢家在荆州受什么？穆元富、傅思辰，你们竟然真的是荆州的首富和财富无法估量的世家？你不是说他们只是同姓吗？我都被你害死了！要是让你知道他们是谁，你还可会帮我们上？傅少饶命！穆总饶命！我真的不知道青妍是你们的人。妍妍，爸爸不是故意的，你就饶了爸爸吧。废话，我等等，放了他们吧。我就知道，我们妍妍是最孝顺的，不会为这点小事责怪爸爸吧？对付这种人，没必要脏了我们的手。据我所知，卢家就是个空壳子，全靠从名人风头拿钱支撑。
南桥，立刻终止我们民研风投向卢氏集团的所有。你能想通，真是太好了。瞎喊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他们俩搞事情，我们过来了。正好，因为害我亏了1亿美金，今天一起收拾。兄弟们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不用帮卢家人擦屁股，用这2个傻缺当富豪了。还不谢谢严总？谢过严总。他们喊的是严总吧？穆小姐是风投之神名言，还能有哪个严总？你没看见那个男总吗？而且我听说明年最近投的项目全部大火，并且明年风投的实力已经在穆家之上，只是不愿意公开罢了。我的女儿是风投之神，爷爷太优秀了！不可能，他凭什么？你们拍什么拍？给我滚出去！滚滚！青木，没听严总说要终止和卢家的合作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吗？我们和明源集团可是兄弟公司。啊？我们和明源风投没有合作呀？哦，对，兄弟公司嘛。这些年卢家也承包了我们傅家的一些小项目，我这就联系我们傅家有关联的公司，终止和咱们卢家的合作，追回项目款。老吴，老爷，我们和卢家没有业务上的往来，不过我们穆家的产业遍布衣食住行，只要他们在荆州买不到1粒米，穿不了1件衣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好了，今天的事情都弄清楚了。思辰，你先带2位老爷子离开，我们有些家事要处理。好，那我去外面等你。嗯。爷，我先送你回去了。哎，老公，你走。你们也都下去吧。奶奶，罗振海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说是谁指使的你污蔑？罗振海，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早就抵押给明源风投了，识相的话，我还能留你一个容身之地，不然你就等着流落街头。我说，不能说呀，咱们是收过钱的，这要是说了的话，这点钱都没有了。徐爱卿，你这么见钱眼开的人，怎么连算盘都不会打？指使你的人给的钱，难道会比那套别墅多？还是说指使你的人和你有什么关系，让你一无所有，也得保护他？你就是那点钱还不够给咱家买厕所，就是他。你胡说，不是我。对，他说的没错，是我。你可想清楚了，认下这一切，你在穆家乃至整个荆州就待到头了，没有一家会用你。犯不犯得着为某些人搭上自己一辈子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是我自己干的，跟任何人没关系。不信，你问问卢家人。对，就是他。老罗，你也是见过他对吧？这倒是，只不过没什么不过，我就看不惯穆青言高高在上的样子。雨莎小姐被报错，也不是她自己愿意的，凭什么你一回来，雨莎小姐就要处处让着？张妈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这连我都没办法原谅你。小姐，这是我自己愿意的。既然现在被他们发现了，要打要杀随便。少在这里给我演嘴不轻声！你以为我信你不对话？穆雨莎，别再跟我兜圈子，别逼我出手。够了！既然他说是他一个人干的，那就是他一个人干的。老吴，把他带下去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是。爸，事到如今，你真觉得穆雨莎跟这件事情什么关系都没有是吧？
莎莎，都怪爸爸以前没有时间管你，把你交到这种人手上。不过还好来得及，把他处理了。爸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人污蔑我的。张妈已经处理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叫错莎莎。既然她是你们卢家的女儿，你们就带我好好教育。你说什么？这种没本事的窝囊废是我女儿？我不信，我宁可不要。你们不要随便塞个女儿给我。爸，张妈已经承认了，全部都是她一个人做的。你们没有证据，不能无缘无故赶我走吧？证据？你真以为我穆元福30年的首付是白当的？我想查，真能查不到是谁陷害了我亲生女儿。我不查，那是留给你最后的体面，也不想让你看到我穆元福真正的手段。老吴，送客。强妈，爸，哎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死丫头塞我家去啊？爷爷，爸爸知道没有对外公布调查真相，真的很委屈。不过，爸爸养了莎莎20年，她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爸爸也有责任。这件事情，就当是我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爷爷，爸爸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颗当父亲的心。爸，我明白，这件事情你已经做得很周全了。爸，辛苦。你就这么放过穆雨莎？他和卢振海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他既不是卢家人，也不是穆家人。今天说出，还能再把他给牵皮。秦言，当初你创业时候那股狠劲儿呢，他是不会改的。你不会一回家就心慈手软了吧？让他跟卢振海回去不好吗？你别看卢振海平常没脑子，某些事情他可精明。你看今天徐爱琴拼命的把穆雨莎带走，就知道卢振海早晚。你的意思是让他们狗咬狗？他们这种人不值得我们亲自动手。高啊！卢奶奶最近病情有所好转，应该很快就能行。我不想让卢家的变故影响到卢奶奶。留个穆雨莎，不，卢女士，让他们好好折腾去吧。先走了。严总，你能跟我们讲讲，你是在几年之内把名言风投扩张到全球的吗？IT 延伸，我是 IT 报的，那些程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呀？沈阳老师不是也是你？对，严总请回答。严总，严总，回答，谢谢回答了，谢谢大家回答，谢谢。这次就这样，真的受不了你看，算是成功了，处理好了。哎呀，可算是没事了，严小姐。我们副少非常担心你，来回就在这走入宫廷啊。话多。这点小事儿哪值得这么担心？你的事没小事。哎，副少，这可不是你的做事风格呀！这青云小姐的名言风投这几年可抢了我们不少的好项目，让咱们省下了不少钱。觉得起码得让青云小姐补偿你一下。清墨，哎，秦墨，看你后面有什么？这是饭午餐。清墨，以后以严总看上的项目附加推出。才不让你让我公平。好，公平竞争。清墨
你再去那边看看，看久一点。啊。别负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可没青年那么好的脾气，房子可以留给你住，把屋里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搬走。这是，哎，这是我的坏的。老卢，这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！好端端的，这青年干什么？呸！废！你有气，你去找那个青年算账啊？拿我们珊珊撒什么气？她可是你亲生女儿。亲生的不一定吧？我怎么能生出来他这种蠢货？再说了，他哪一个地方长得像我？徐爱琴，我可告诉你，咱们家没钱养闲人。在妻子鉴定没出来之前，他别想花我1毛钱。哎你，珊珊，你别怕，有妈在呢。不要理那个老东西，妈保护你啊！走开！谁要当你女儿？没钱接我回来干嘛？看见你们这副穷酸样，我就恶心。是妈的错，妈对不起你。可是这些年妈真的很想你，你让妈好好。你少来！想当我妈可以啊，拿钱来。谁能让我过上穆家的生活，谁就是我妈。莎莎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谁说我们卢家没钱了？我们还有个活财神呢。什么？你说卢家还有钱？那当然了，医院躺的那个老太婆啊，私房钱少说也有大几十亿呢。这2天医院打电话说她可能快醒了，那可不就是多和财神。那她能把钱转给我吗？那个死老太婆以前一心想把钱给青岩，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你是她的亲孙女，你放心，妈会帮你的。妈，哎，到时候我有钱有势，一定要把那个穆青言碎尸万段。好，我女儿有志气。爷爷，那天外公是冲动了些，但他已经亲自登门向穆总道歉了。你为什么还不愿意讲？时机还没到。时机？你知道我是卢奶奶带大的，我答应过她，以后找了男朋友，第一个带给她进，所以啊，一定要带给她把关。那爷爷，你的意思是，只要奶奶醒了，你都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可没说，万一奶奶看不上你，我可不要你。那你得跟奶奶说一些我的好话。青言，罗老夫人醒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在我没来之前，不许让任何人接近卢奶奶。放心。怎么，卢奶奶醒了吗？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卢奶奶刚醒，病情还不稳定，你去也没有用，我一个人就行。朱思成，等奶奶病情稳定之后，我带你去见她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哦。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千真万确，那个老太婆醒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去医院，让她把财产转给我呀！不急，现在那个青年让唐阳专门守在病房门口，谁都不让进，就是为了防着咱们呢。我得好好谋划谋划。邱医生，今天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穆青言让我不能从医，能让他不好过，我不惜一切代价。
我先进去把他们引开，你们两个见机行事。卢老夫人，你先休息休息，青言一会儿就到了。我不睡了，睡得够久了。我撑着这口气，就是为了再看看我的爷爷。站住！你不能进去。唐主任，邱素素，你不是被赶出荆州，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跟院长再说一说吧，让我重新回到医院，行不行？我当一个实习医生也是可以的呀。你忘记自己怎么对待的？你的医师执照已经被吊销，还有什么资格当医生？快点出去，不要影响我。你少在这冠冕堂皇了，你就是故意帮着穆青言来故意刁难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是这个穆青言的奶奶吧？好啊，老不死的，教不好这个卑鄙无耻的死丫头，你就应该掐死她，少放她出来祸害人！医生，师傅，我家妍妍出什么事了？她为什么那么说我的妍妍？陆老夫人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就是居心叵测的想污蔑青年。闹着干嘛？轰出去！我不走！你这个老不死的，能养出这么个东西来，你也不是好货！我跟你拼了！你们是？妈，是我。妈，这是莎莎，您的亲孙女。莎莎叫奶奶。奶奶，你们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？妈，我们含辛茹苦把她养到这么大，她现在就是要把卢家赶尽杀绝的呀！您会好好的教训她啊？是，好好的教训。是，好好的教训。不过该教训的是你们，不是妍妍。妈，别叫我妈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们，要善待妍妍。这么多年了，要不是你们拖她的腿，妍妍早就是首富了。事到如今，你们竟然还没有醒悟，还在指责妍妍。走，都走，不想看见你们。对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会说话，我走没关系。可是莎莎是你的亲生孙女儿，你不能不管她。你们想怎么样？啊，妈，你也知道，这女孩呀是要富养的。可是现在卢家这个样子，这莎莎怕是连未来都没有了，今后可能连个好夫家都找不到。您总得给她准备点嫁妆和傍身钱吧。我就知道你们是奔着钱来的。这样吧，他这个岁数应该还在学校读书，全球的大学你们看上哪个，我来安排，学费和生活费也不用你们操心。我会给他创建一个基金，只要他学业有成，基金会拨款帮他创业。如果实在没有那个才能，基金也会每个月给他5万块钱的生活费，直到终老。妈，你一个5万买个包都不够，我活到100岁才领个几千万。妈，现在青年又是什么名研，什么 IT 研神，什么知音大师的，你肯定没少给钱吧？这您的亲孙女儿，你可不能太偏心。我偏心？你们真的是没有良心！这些年我一直骗的是你们呀！我唯一帮妍妍做的就是请了几个老师，只要她肯学，我也会舍下我这张老脸，再去求一次。至于钱，我没给过妍妍1分钱。妍妍的第1桶金是她自己打暑期工挣的3200多。老骨头，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不？你就说吧，肯不肯把资产都转给莎莎？你就说吧，你肯不肯把财产都转给莎莎？坏徐爱琴，终于暴露了你的真面目了！滚！我的东西我爱给谁就给谁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就叫人了。
我能让你苟延残喘活到今天，你不感恩戴德，你还给我转着个28万似的。识相点儿，就赶紧把它签了，说不定今后的日子我还能让你享享清福。不然呢，就等着我折磨你了。可能，我都会签的。来人呀，妍妍，唐医生，我说你这个。莎莎，要不我们还是下次再来吧。这个老东西倔得很，等下来人就不好了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。今天出了这个门儿，你觉得穆青言还会给机会让我们进来吗？让开，我来。老不死了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不是宁死不签？这种不孝的子孙，我什么都不会留给你们了。好，那我就送审。老东西，就凭你向着穆青言，你就该死。你和他关系很好是吧？想想看见他伤心欲绝的样子，我就开心。许三了。让我快走！马飞和钱已经到手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你慌什么？你快走，去找人把所有监控毁了。那你呢？老太婆可不能白死，我得送穆青言一份大礼。奶奶。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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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奶奶，奶奶，怎么会这样？奶奶，青言，青言，青言，你是医生，你知道已经没有用了。我问你是谁干的？都怪我不好，我刚才出去了以后，我没想到，还不快去接监控！快！既然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杀人犯的凶手。王主任，监控室被人毁坏了，什么影像都没留下。怎么会这样？南强，让我们的人立刻封锁整个医院，今晚进入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彻查。放心，咱们的人就在附近。姐姐，你就别贼喊捉贼了。就是他，我亲眼看见他掐死奶奶。5个人等，出去一下。雨莎，原来是你杀死了奶奶，你怎么敢？同志，我说了这个女人很恶毒的，杀了人还贼喊捉贼。孟大小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今天放任这个凶手在这颠倒黑白，真当我穆青言好欺负？今天不查个水落石出，别说是他，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个房间。穆大小姐，好大的口气！我们秉公执法，不惧怕任何人。穆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们没有人证物证，不能仅凭穆雨莎的一面之词就把穆大小姐当成嫌疑人带走。我也看到了。你是他妈，当然向着他说话，你的话不作数。我和卢家可没有关系，我能算人证了吧？穆大小姐，这下没话可说了吧？带走！等等，二少爷，怎么惊动您了？我不管这个爷和那个爷的，穆青言涉嫌谋杀，今天必须带走。谁敢涉嫌公务，一并带回。我给未婚妻送件衣服，影响你执法吗？放心，
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有我在。莫大小姐，还是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吧。一场误会，说开就没事了，不然你身上的嫌疑也洗不清，办案的重点也一直在你身上，这样也影响我们抓真凶的进度。别怕，青远，只是去走走形势，有我和你爸在，很快就会把你接回来的。走吧。还是戴在你手上好看。莎莎，是谁嘛？还是我们莎莎有本事，这么短的时间都获得奶奶的欢心，临终前还把财产都给了你。莎莎，最近爸爸手头有点紧，你看。快走快走，跟莎莎还要说事呢。哎，没想到啊，那个老太婆的遗产居然有120个亿。莎莎，还是你有本事。早知道这样的话，留她那么长时间干嘛？你们这些三流家族长大的，能跟我这种在首富家里长大的比吗？别说这些了，穆青言怎么样？听说今天出来。什么？你是怎么做事的？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能让他出来？哎呀，你别急啊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他是取保候审出来的，光那贾世金就交了100个亿呢。那傅家还有那穆家看着是有钱，那钱全在项目上，哪有那么多现金啊？我估计这笔钱可能就是穆青言压箱底儿的钱了。他现在就是个空壳子，怕他干什么？那也不能轻易放过他。他交了钱，咱们也拦不住呀。可是取保候审，那迟早是要开庭的。你放心，我已经买通了好多人，指证他杀人的罪证，到时候他就等着枪毙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吃。穆青言，你为啥要杀害上大妮的奶奶？请问你手里还有其他人命案吗？穆青言，你这么心狠手辣、泯灭人性，你的心不会痛吗？各位记者朋友，如果要了解什么情况，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公告。如果谁继续骚扰我们的青言小姐，我们将依法起诉。傅少，你还会继续和杀人凶手礼金婚约吗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案件还没有调查清楚，谁说青言小姐是杀人凶手？傅少，请不要避重就轻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傅子辰，我和傅子辰的婚约是否履行，稍后会出正式公告，请大家关注私募两家的官博。为什么跟我说？回去再说。妍妍，任何事都影响不了我们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？傅思辰，和你在一起这段时间，我很开心，只不过现在这种情况，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。傅思辰，对不起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说过的，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，现在还算话吗？当然。我们分手吧，取消婚约。不可能。我是认真的，你走吧。妍妍，我知道卢奶奶对你影响很大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会很快查清楚，还你清白的。我等你。我会一直等你从这段阴影里走出来，你不要放开我的手，好吗？傅子辰，你听我说。各位，穆家和傅家的婚约正式取消，从此再无关系。傅少，这是真的吗？听说穆青言是您的第一位女友，您舍得分手吗？我傅思辰缺女人。非一个狼心狗肺的穆青言不可吗？哎，你看见了没？傅思辰和穆青言分手了，莎莎，机会来了。分就分呗，我现在有的是钱，也不是非他不可。我现在只想好好赚钱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穆青言能做的，我也能做，而且比他做的更好。他就是一个死囚犯而已。
莎莎，你听我说呀，你爸爸当初费尽心思的把你送进穆家，还让你的亲生姑姑、他的亲妹妹到穆家做一辈子佣人照顾你，那不就是为了让你能过上好日子吗？再说了，你现在钱是多了，可是赚钱他摇手吗？富少的家业说不定了那是世界首富，你的这点钱在他眼里一文不值。你说张妈是我姑姑，我亲生父亲不是卢振海吗？别让那死老头子听见了，就他那副德行，能生出你这么优秀的女儿？当初要不是你亲生父亲有事要远走高飞，我又怀了你急着找人接盘，谁会嫁给他呀？够了，我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给自己好好的做打算。是，你赶紧给傅少打电话，联络他们感情。哎呀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从来就没接过，我就知道这一次他不接拉倒，我还得研究我的赚钱大计。妈，他接了。有事啊？没事儿，就是听说你分手了，怕你心情不好，关心一下你。以前倒是没看出来卢小姐这么体贴。以前您的眼里面只有姐姐，哪能看得见我呢？那不知道卢小姐肯不肯赏个光，一起出来吃个饭，让我好好看看。好，不见不散。妈，你听见了吗？傅少还约我吃饭了。听见了，快，去找件最漂亮的衣服穿上，去，走。上次坐在傅少对面的还是姐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物是人非了。谁先坐在这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能一直坐在这里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，卢小姐？傅少自然说什么都是对的。那卢小姐有没有考虑要一直坐在这里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是说想让我做你女朋友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我当然愿意。不对，他之前和那个穆青言好的死去活来，忽然要追我，不会有诈吧？不过姐姐有那么多重身份，而且还那么优秀，您怎么会看得上我？怕不是在拿我取乐吧？那都是从前了，现在谁不知道卢小姐继承了卢老太太的遗产？放眼整个荆州，有哪位千金小姐的身份比你还贵重啊？这结婚吧，终究讲个门当户对。我不信，当初奶奶出事儿的时候，有那么多人证，你还是愿意那么相信姐姐，力挺她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放手？我原以为卢小姐是个聪明人，可没想到只有这点智商。算了，我收回我刚才所说的话。卢小姐请慢用，我先走了。傅少，你别走，我只是一时太激动，没想到。傅少，你给我讲讲呗。好吧，我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，你以为我会在意那点血腥的事情吗？卢老太太是谁杀的，对于我来说根本无所谓。对她的信任和力挺，也是因为她当时是未来的傅太太。卢小姐从小在穆家长大，这点豪门伎俩应该知道的吧？可如今看来，她真是太不识趣了。姐姐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厌恶呀？你也知道，穆青言交了110的保释金，这是他的全部家底。他现在急于翻身，但你也知道，穆家全部都是由职业经理人去打理，就算穆董要用钱，也得走不少流程。他找我要钱，一开口就是100来亿。什么？
这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？谁说不是呢？但是我作为生意人，只要利息给的够，我也不是不能帮忙。但总装贞洁烈女，这就没意思了吗？找人要钱还不肯赔税，这个穆青言真是个傻子。那是姐姐她不懂情趣，我是不会让浮生失望的。但不得不说，穆青言还挺有商业头脑的。他看中的那块地，虽然100来亿才拍得下来，但3、5年内翻个10倍应该没有问题。可惜他没钱了，时运啊不在他身上。那不是得赚个上千亿啊？如果不是我夫家这几年转型轻资产，没有在房地产的布局，我都要出手。哦，那我倒是想试试。卢小姐很有投资的兴趣。你也知道，奶奶给我留了不少钱，总归要干点事情的吧。好，那预祝卢小姐来敬未来的女强人。就这一个座位，挤什么挤，一边待着去。那个青年也来了，你看他连个像样的首饰都没有，什么都拍不起，还过来丢人。伯母，穆家虽然没什么现金流，但底子还是在的。穆总啊，最近变卖了不少房产，火完策划支持他。穆青言依旧是这场竞拍我们最大的威胁。我爸穆元福就爱拍那些有价无市的东西，短期内能出手的东西能有几样，能换几个钱？我会怕他。今天要拍卖的是这块600亩的商用土地，起拍价10亿。10亿，20亿，30亿。莎莎，你怎么不出价呀？不能让那个青年抢走了。你慌什么？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我们要出价就是压倒性的，让他没有还击的机会。哦，卢小姐难道想直接出下100亿？这么阔绰的手笔，连我都不敢。卢小姐，你可得让我开开眼。31亿。这位小姐，我们每次加价最少10亿。哪来的土包子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滚吧！40亿，80亿。哇，这位女士又翻了1倍，数学也太大方了吧！哇，这小姐也太厉害了！100亿，100亿一次，100亿2次。穆青言，我看你拿什么梗？100亿，120亿，你莎莎，不能再跟了。要是出价给不起钱的话，要被没收全部财产的。咱们只有120个亿，没法跟啊！120亿一次。我不能让穆青言把地抢走。卢小姐这么想要这块地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秦墨，是。卢家不是还有一套别墅吗？你抵押给我，我可以借你10亿。穆青言的心理估价应该就在这儿了。卢小姐，你再加一把，地应该就是你的。不是，莎莎，做生意而已，咱也不是一定要那块地的。120亿2次。穆雨莎，记住，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。秦墨，你去问一下穆大小姐晚上有没有时间和我共进晚餐呢？是。傅少，抱歉，卢小姐，如果穆大小姐拍下这块地，
未来几年他的财富在荆州无人能够匹敌。联姻这回事呢，向来讲究一个强强联合，我也得为夫家考虑。120亿3次。130亿，130亿1次，130亿2次，130亿3次，成交。穆青言，地是我的了，未来的女首富是我。你现在要是跪下向我求饶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一命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把你的脏手从我未婚妻身上拿开！说什么？你弄疼我们富少的未婚妻了，听不懂啊？你们是串通的。你以为我们富少会看上你？实话告诉你，你刚刚拍的那块地，正是我们富家废弃的沙地，什么都干不了，而且每个月还得交沙土改造费，怎么着也得个3、5千万吧。副手，买家的钱款已打到您的账上，您随时可以支付。转到妍妍的账户吧，我们家媳妇儿不钱。干什么啊？这么多人！傅子辰，你听我说，找到他害死奶奶的证据并不难，但是我不能就这么轻松的放过他。傅子辰，你帮帮我。哎，对了，妍妍，卢家的那套别墅你怎么打算？乌烟瘴气的地方，住不得人，养猪吧。青木，听到少奶奶说的了吗？是。你们就是在欺负我们莎莎，你们这是诈骗！我要报警，把你们都抓起来！报警？说你蠢还真蠢！你来之前不做市场调查，在座竞拍的哪一个不知道这是一块沙地？是啊，我们都知道。你知道你还买一块废地？我们家有钱，买来给儿子踢球不行啊？真是个傻子！走了。你们都是要我的！青言，我跟你没完！齐木，让着。别看，我跟他们家的恩怨也该了结。今天谁也不许拦我。南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一定要你跪在奶奶灵前忏悔。你做梦！穆青言，我还没输呢。没想到吧？我来之前已经把你杀害奶奶的新证据交给警察了，他们是来抓你的。我还能东山再起，你就等着被枪毙吧。同志，赶紧把他抓走。青木，说你傻，你们一家子还是真傻。你以为你破坏了数据就没事儿？我们家青言小姐 IT 眼神可不是白当。全球骇客联盟早就已经发起了总攻，那几台破机器的数据早就恢复了。13了！把莫妮莎带走。你带回家带走！别打我！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莎莎，那边有后面。吓死我了！哎呦，
爸，你要干什么？爸，你要干什么？臭婊子，还敢骗我！谁是你爹？啊！哼，徐爱琴那个臭婆娘，敢给老子戴绿帽子，我今天非睡了她女儿不可！同志，我把杀人犯逮住了。带走。爷爷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卢老太太在听这个会安息。本来想让卢奶奶见一见傅思成的，可是还有机会。放心吧，卢奶奶会同意的。对了，傅思成呢？今天是罗老太太为期，她一项手势，怎么这会儿还没到？不好了，我们副少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们副少昏迷了，你要不过去看一看？他在哪儿？我带你去。好。就在这儿。他真的昏迷了？是啊。傅思成，你少骗我，我可不吃你这套哦。千小姐，我们傅少昏得死死的，真的醒不过来。少来！我数3个数，你要不出来，我可走了。1、2。哎，小丫头长大了，不好骗了。我就知道。千小姐，我们傅少花了好大的心思布置的，你们进去看看吧。对呀，你进来看看，不然我会很伤心的啊。언제나 우리 함께 있음은 I love you。 爷爷，是吧？不好了，千小姐留下一个纸条溜走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全球通缉。没想到能请到陈教授当我们博导。是啊，陈教授可是我们全国最顶尖的物理学家，没有之一，太幸运了。你就是陈教授？小丫头，不是只有你才有小秘密。快回去上课，不然小心我挂你的科。哦。同学们，下午好。告诉你，我小心一点，要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
想我，你受不了。张妈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介绍不介绍不来救你的，小姐，别跑，只要我们能逃出这个地方，你父亲现在的实力一定能让你重获辉煌。所有害过你的人都得死。